自然闺女啊，啊从幼儿园带回来个巧克力，而且巧克力还是外国进口的。哦，她没舍得吃，送给我了。哎呀，这哪是巧克力啊？啊这盒子上写的虽然说是英文，但是你仔细看的话，你看背面有中文，这是伊良的小黄鱼啊。一两小玩意儿啥东西？嗯我有点近视眼儿，哦看着好像确实是有字儿，对上面的阿拉伯数字啊倒是很清楚。阿拉伯数字啊是小黄鱼的编号，第二排是它的成色，哎，这个是它标准的含金量，哎，这是标准的伊良小黄鱼。小黄鱼啊，就是民国那时候就是伊良的金条，这入的是美国 PCGS 的盒子，这上面虽然说写了中文，但是这个标注的有它的重量。31.4克，里边的金条确实像中国的，并不是什么巧克力，正儿八经重量为31.4克的金条，中央造币厂铸造的。金条，对，这你可把我搞迷糊了。这带中文的金条怎么装外国的盒子嘞？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这有啥不可思议的？啊，这种伊良小黄鱼啊，它是评级入盒了。PCGS 盒子虽然说是国外的评级公司，但只要是长品都可以拿去入盒。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只有真正过去的真金白银才会给你入盒给分。那听你的意思，这个小黄鱼是真的房间啊？对，既然是真的话，那为什么会出现在幼儿园里嘞？这事儿得问你了。那既然是闺女从幼儿园带回来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啊，那就是其他小朋友送给她的。你看，连你拿到手都没看出来是金条，更何况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了。他把这个金条当成巧克力送人，很正常。我感觉你分析的对，对吧？我是没想到我闺女会给我这么大的惊喜啊！这才几岁的孩子，那就直接卖给你吧。这卖给我，那这性子就变了。咋嘞？作为家长，你不能跟孩子一样幼稚啊。幼儿园肯定年龄不大，误当巧克力送人可以理解。你这鉴定是金条之后，相当于是发现了大问题，你得抓紧时间给人家还回去了，还得。你看你这话说了吧？别人都送给我们了，不要白不要啊。况且就这么大一点东西，你说能值多少钱嘞？你是真不懂黄金还是假不懂呗？黄金现在多少钱一克，你不知道吗？这可是31.4克的黄金啊！你就按现在的金价算，这现在也得1-2万了吧？更何况这是过去的古董嘞，物以稀为贵，指的就是这种东西啊。通过它的编号，你可以看出来它的发行量，过去就发行了1万枚左右，加上损坏嘞，以前加工各种首饰嘞。你像以前过去人戴的金首饰都是用这种金条加工成的，所以它这个存世量就不多了。关键是你这个入盒，你看给分是 MS61，这个评分啊和这个银元是一样的。MS 也就是未流通的状态，你看它的这个刺口，包括它这各方面状态都非常好，相当于是未流通。这一个评级标准啊，全世界范围内能达到这个分值的，恐怕是屈指可数。我就简单给你估价，目前2万7、8的样子吧。你说幼儿园的孩子能送这个吗？你这估价靠谱不靠谱啊？靠谱。在我眼里啊，它就是一块巧克力，你休想忽悠我。你看咱俩说半天话了。你觉得我想跟你开玩笑吗？听人劝，吃饱饭。毕竟这1-2个小黄鱼啊，它也不是啥巧克力，巧克力不值钱，送人吃几个都没关系。几万的小黄鱼就不一样了。我建议你啊，还是给人家还回去。你不要算了，大不了我就跟俺闺女说一声，弄丢了呗。这些东西反正他也不知道是啥。你这话说的，你这种想法太危险了，不要自作聪明玩手段。你刚开始不知道，对吧？也就算了。现在我啥都给你讲得很清楚了，你可要把这个事儿当成大事去处理，可不能因为这2-3万的小黄鱼，对吧？将来收不了场，下不了台，这时候你说实话你就得不偿失了。这事儿你都不用管了。谢谢你的鉴定啊。好，没事没事。就这2样东西，我觉得不用去鉴定，闭着眼选也得选金锭啊，因为金锭贵。你说的很对，到任何时候这个黄金啊都比银子贵，无论是金锭还是银元，你这俩都不是常见的东西啊。平常肯定不常见。这个是我男朋友给我下的彩礼，他都给我拿过来了，准备让我挑一个。我觉得啊，这俩哪个你也别挑了。作为年轻人，拿钱还是比较现实一点，因为像这种银元啊，一般起码上来了，这都是1兆币，而这种金锭3两的重量也有待核实。你想想，嘉庆皇帝的头像都印这上面了，这多有点可笑啊！这有啥可笑的呀？我是一个比较有内涵的人，现在彩礼要钱都太俗了，我就喜欢这些过去的金银，有文化感。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追求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但是你玩这些过去的古钱币啊，
你得有一定的眼界，最起码你得能看懂真假。这并不是说随便拿个东西都能当彩礼啊。我确实对古董不懂，但是我这个人很聪明啊。我在网上找了个专家估过价了，这俩都是20-30万的东西。网上专家估的并不靠谱啊，他们能把这两个东西给你估到20-30万，只能说明他要趁机忽悠你口袋里边的钱了。他肯定也建议你拿着东西去大城市找他们了。建议了，但是我没采纳。没采纳都对了，你到地方之后啊，他们都要薅你的羊毛了。我多聪明啊，我肯定不会去找他们呀。我只是顺便估个价而已，我又不是真卖，知道值多少钱就行了。可关键是你知道这个价格它不标准啊。网上专家报高价的目的是想忽悠你口袋里边的鉴定费。如果他说实话，告诉你这俩都是假的，你又作何感想呢？这不可能是假的吧？这订婚、结婚那么大的事儿，这不能儿戏啊！如果是假的话，那岂不成笑话了吗？对啊。结婚本身就是一件大事，所以绝对不能闹着玩。我现在说你这个骑马的姻缘嘛，典型的一招币。骑马这个人是孙中山，背面你看写的是开国纪念币1元面值的字样，单看字面和我们常见的孙小头差不多。因为这个孙小头发行存世量比较大，不乏当时设计这块一招币啊，就是仿照孙小头的这个嫌疑。一招币做了不伦不类了，如果真是民国时期造的，确实能估个20万左右。但是你跟这个币面这压力做的太浮躁了，尤其是它的边齿，哎呀，这都是一眼假。看银色倒是像银的，真银假币200块钱一大管。啥？200块钱？对，你这是按银价算的呀？幸亏我也不喜欢银元，我觉得还是黄金靠谱一点。那你这个金锭那就更扯淡了。银元它不是真的，还能按银子卖。你这个金锭明面上是古董，你看上面写的是嘉庆年造，印的还有皇帝的头像，这不懂了呀，看着高大上，其实重量这就不对。看大小的话，怎么着也得有3两的重量，而实际拖着有50-60克。你想想，清朝嘉庆那时候他就没有这个3D 打印啊，这把皇帝头像打上去，这成何体统啊？关键是它也不是啥黄金，看一下它的底部有很多地方都褪色了，而且还有车床车过的痕迹。所以说我给你这个直接看假。这不可能吧？这咋可能是假的嘞？我这咋看他俩？这咋也不像假的呀？我再找你们2个人鉴定呀。如果是真的话，你找2个人，找100个人看都没啥问题，因为大家的眼界都差不多。就是不要听网上专家胡扯，因为他们纯粹就是想忽悠你的鉴定费。建议你多去实体店问问价。对，那对，这结婚是一件大事，这个真假必须得问清楚，因为他们的真假也牵扯到我男友的声誉。你说的太对了，结婚绝对不能儿戏，这2样东西的真假也决定了恁男友对你的态度。刚开始就拿假东西糊弄你，以后肯定也对你不会好了。所以你必须重视一下，还是多去实体店问问价，谨防上当受骗。行，谢谢老板鉴定，我再找其他人看看去。好，我这有一块祖传的金锭你帮我看看值不值1000万？如果你要识货的话，都让你捡个漏。1000万的金锭，这难道还会有漏吗？不过我看你这个金锭的颜色确实是像黄金，但是这个有点发亮。200%是老货这块金锭给俺家放了几代人了。俺老太爷的老太爷，据说当过县令。那县令厉害了，那过去是属于一县之长嘛。但是你这个金锭也不能说因为祖上当过官他就是老了，脱起来确实是黄金，这个造型也像过去的金元宝。因为过去的这个黄金它放了100年之后它不会有这么大的火气。你看这油光发亮的，值1000万，这从何说起估1000万这个价，我跟你说句实话，也不是空穴来风。跟你说实话吧，网上的专家，我都找了不止一个了，人家给我定的价，北上广1套房。那说实话，北上广1套房，那最少也得几百万起步了，因为你这定面并没有啥可参考的地方。首先都证明不了它是古董，这何来北上广1套房这太模糊了，这价格。北上广1套房现在拿几百万买不住你不了解那别墅，那随便1套最低都是1-2千万，所以我要1000万。说实话，你也是有钱赚。首先你这核定的价格模棱两可，
专家只说一套房，并没有说它的实际价值。你这个价值是按北上广的房价估的。再说网上专家的话，他并不可信呢。他们的通常套路啊，都是给你估高价，然后呢，利用你啥都不懂，趁机赚取你的各种费用，有了几百，有了几千，甚至上万的都有。你这个给你估到上千万，恐怕他收取你的费用估计不便宜了。你也不用抹黑人家专家，他们1分钱也没要我嘞，啥钱也没要，都为了这一块上千万的金锭，我花了几千块钱小钱花几千，这不算啥小钱了，因为你毕竟这个东西也没卖掉，你花了几千，这有点打水漂了。首先啊，专家估了北上广一套房，它这个价格比较模糊，给你想象的空间，几百万、几千万，让你自己去想。之所以这样做，就完全因为你不懂这方面的知识，然后你这个钉子嘞，我首先看造型，实话实说啊，过去也有这样的造型，但是你这个即使是真的，这造型，这我看着也不太好。另外啊，专家的话还是那句话，他们说的话并不可信，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挣你的各种鉴定费。还有你这个金锭啊，无论老旧，你都不吃亏。因为啥呢？你看最近一段时间黄金上涨的比较厉害，对吧？你放个1年，说实话一颗多赚100多，得有好几百颗嘞。还有即使你过去的金锭啊，说实话也卖不上啥价格，因为你这个品相不太好啊。说实话我感觉也卖不上啥价钱。你也别磨叽，你都给我看看能给我多少钱，合适了嘞，我都给你，让你捡个漏。因为过去的金锭，非常少见。再少，你这要1000万也没漏可捡，价格太高了。我这拖着说实话不像300克，你看大黄鱼的价钱来折算呗，对吧？大黄鱼现在一个才几十万，对不对？主要是你这个品相不好，你看这个地方应该用火燎过，这个地方明显用锤砸过，这都有，不知道这用啥加嘞，品相不太好，确实不是上千万的东西。我个人给你看吧，也就是一个金价，几十万。算了，你这不识货，我还是找专家吧。好，你再找其他人看看吧。叔叔，我这里有一把零钱，你看能不能换整钱？我要给我奶奶买一件生日礼物。小朋友，你这可不是什么零钱啊，咱们常见的硬币都是白色的，你看你这上面都跟弄脏似的，你拿这些银行，这都花不出去啊。就是花不掉，别人都不认识这是什么，让我最好喊大人来买一个50块钱的礼物，至于吗？这个让我说太至于了，你这些都是二角银行啊，根本也不是什么零钱啊。虽说它这个个头啊，和我们常见的1元硬币差不多，你应该认识上面的字啊。你看上面写的东三省，宣统、光绪元宝，这都是正儿八经距今100多年前的东西，别人不认识肯定也不敢要啊。他们不敢要，就是他们不懂。你们认识，所以我来找你。反正就是这50个小玩意儿，你看着兑换吧。我听你说话像个小大人。这样子，我先来帮你数一数数量啊。10、20、30、40、54个。你像我们过去河南啊，它并没有发行过这种银行，这说实话，你这又是东三省的，一下子又拿出来那么多，这过程当中这又多出来4个，这咋回事啊？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我数好就是50个呀，多4个就多4个吧，找你帮个忙就是相当于送给你了。多出来这4个相当于是送给我了。听你说这话口气啊，确实是挺不在乎的。在你不了解它们价值之前也可以理解，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多拿出来4个。因为这种二角的银行啊，个头比较小，在数的时候很容易数乱，所以你下次拿的时候一定要多数几遍。这东西哪来的呀？这我拿我爷的，他一直放在抽屉里都没用，正好我奶奶过生日，我准备用它买点东西。拿爷爷的钱给奶奶买生日礼物，最后留下这个好名声的是你，可关键是你这年龄太小了，这贸贸然把这些银行当零花钱花出去，受损失的还是你爷爷。我建议你还是把它拿回去。没事的，
其实我爷爷也最疼我了，拿他几十块钱的零钱给奶奶买个生日礼物，即使他知道了也不会吵我。哎呀，吵你是小事，动手打你就变成大事了。你这些银行啊，首先这个材质，都是银的，看着个头啊小一些，但是它们都是有重量的，一个划到了5.4克了。你这54个的话，就相当于300多克的银子了。现在银子它即使再便宜，1克也7块多了，这毫不夸张的说，卖破烂也得卖个2000多了。2000多，我也不知道一下子能值那么多钱。我想着花几十块钱给我奶奶买个东西呢。你这年龄太小了，对这些银行不懂太正常了。卖破烂这是最坏的打算。像你拿出来的这些都是清一色的东三省，平时啊在咱这里并不常见。整体状态这一看就是原汁原味的一窝货，包括包浆，这都是深坑里出来的品相，一个个状态这么好。你看它的字口都是全身打龙鳞，包括也没什么磨损，算是银行里面的极美品。因为银行个头小，不易保存，所以能有这个状态啊，已经非常不错了。我给你现在保守的话，一个354个，这就是1万好几的价钱了。乖乖嘞，就这一点零钱能值1万多吗？这不是给我闹着玩了吧？你不会不想给我换吧？给你说句掏心窝的话，这一吨银行无论值多少钱，我都不会给你换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这年龄太小了，还不能驾驭这些银行。虽说你上学识点字，但是暂时啊，你还看不懂他们的这个古董价值。主要是我爷爷也没告诉我价格，他即使是银子也不可能值那么多，这1万多说出去也没人信。你说的很对，对于你们不懂行的人来说，你别说1万多了，我给你要1000，估计你都嫌贵。因为这些银行对你们来说啊，一点用处都没有，拿在手里面有时候还显碍事。那给奶奶买生日礼物，它是一个好的出发点，你把银行还拿回去，让爸妈带你去买礼物。下次啊，你千万别拿他们了。没有下一次了，谢谢老板的建议啊，没事没事，赶紧还拿回去吧。我这有2块银锭子，你能给我10块钱，我都卖给你啊！正好我现在说心里话，我现在急用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什么样的银锭子2个只要4钱？这卖的也太仓促了吧！我先看看啥来。我都找人定过价啊。虽说这2块银锭子，含金量不纯，但是按银子的价钱卖的话，我也不吃亏啊。你这俩这都是10两的馒头锭，我这看着也没啥毛病啊。那如果真按银价卖的话，那你这也太亏了吧？我这什么吃亏不吃亏？这俩东西放家里也起不了啥作用。那是，再加上含金量不纯真不如换俩钱花，万一真能不你这俩是标准的10两传锭，含银量是正儿八经的雪花银，好歹现在品相状态还都不错。因为这种10两的锭子啊，主要是看锭形和字口来定价的。你这俩状态一看都是一眼开门，其中你看这个字口特别清晰，属于原光，值多少钱啊，并不是看它的含银量了呀。我看它含银量，我知道银锭和银元，含银量都差不多，无所谓你只要能给我4000块钱，我就卖给你啊。哎呀，给4000，那应该是你找人已经估过价了。我现在给你纠正一下啊，像这种10两的银锭，含银量是雪花银，能达到99%左右，而银元啊是9银1铜的含银量。因为银元在流通的过程中容易磨损，所以不能用雪花银。你这俩10两大概得有700克左右了，只要4000，你按克还花不到6块1克，那你现在卖的话也太亏了吧？这是刚才那家金店帮我个估的价。我对这个也说实话也不太懂，想着在他的价格参考下，我想多要点，我想不吃亏啊。人家都说货比3家不吃亏，关键是你只比较了1家，而且还没有对比。你去金店卖个黄金首饰，对吧？还可以把这种10两的银锭当旧银子收，那显然就不太同行了。不过反正你这也没有卖，对你来说也算是零损失。但是你这种卖东西的态度啊，太急，它并不是啥好事。也并不是我太急，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俩银锭啊是我姐夫告诉我的，他说就值3000块钱，不然我也不会要那么多。那很有可能是那姐夫不想漏财才这样说的。你想想，现在银价都6块多了，你正儿八经这是清朝的东西啊，4000还没有现在的银价卖的贵嘞。用脚趾头想想也不能这样贱卖啊。
我跟你说吧，像这种适量的银锭，纯适量，比如说这个银元啊，那是9牛之1毛，太少了。在发行银元之前，过去啊，咱这民间经济往来全是靠这种银锭。由于地方银路不同，所以它这个形状大小不一。而你这两个都是典型的穿锭，毫不夸张的说，这种穿锭啊，在过去随便拿一块，轻轻松松换10几块袁大头。你想想，10几块袁大头现在都啥价了？所以4000。说明你啥都不懂，你这俩银锭呢，说实话一点毛病都没有，无非也就是品相好歹的问题。就拿你这个永福楼来说啊，字口刚戳，非常清晰，定型非常完整。因为这个雪花银啊，能保存到这个品相已经很不错了，带远光，地面流通痕迹也不是太明显。永福楼是4大名楼之一，双排锭居多，单排锭个人能看到14500。就这一块能给我14500？对，耶，这两块加起来的话，那基本上相当于小3万。这价格恐怕我想都不敢想啊！不敢想，只能说明你啥都不懂。另一个，它这个是双排锭，很明显这个状态跟这个永福楼比着差很多。虽然说是一个双排锭，但很明显价格就不会有那么贵了。按照你目前的这个流通痕迹来说，因为它这个双排锭字口不太明显，大概也就大几千块钱的样子吧。大几千块钱也行啊。总比我姐夫哥说的4000多太多了，4000多强多了啊！那是我回去给我姐夫4000块钱，剩下来算我赚的多呢。你看，那你看，我看还是算了。你这俩适量银锭，相比我感觉也不是你嘞，不然你也不会这么便宜变现。现在你要卖给那姐夫分，这挣钱挣的也太快了，说不定这俩银锭啊，那姐夫哥还不想卖嘞，所以你不能强人所难。关键是我急用钱啊，把成本给俺姐夫哥就行了。你别磨叽了，你还是直接跟我说个数吧。确实帮不了你，你再找其他人看看吧，好吧？给，也呵，有生意你不说，真不知道你咋想的。算了吧，我还找其他人去吧。对，你找其他人吧，我这弄不了。走，我走了。我这有一块孙小豆银元啊，我媳妇非得说值好几万。可把我气坏了，一气之下我修理了他一顿。能值多少钱啊？一言不合也不能动手。像孙小头啊，也有贵的办。我先看看是啥的。你都不知道啊？像这种孙小头啊，我家里边也有。和这个一模一样，一块就值几百块钱。你这个小头，这都已经评级入盒了。虽然说评级没给分，但确实啊，不是普通的小头，这种是小头里边的名誉品，上5星。我可不管它是上5星还是上4星，跟我家里边小头一模一样。无非也就是外边多套了个盒子。这外边这个盒子是 PCGS 打的，打盒的目的啊，就是检验银元的真假，分值越高，也就说明它状态越好。你这个虽然说没给分，但是实物状态很漂亮啊，尤其是它的发丝，这一根一根的，买的时候恐怕是真不便宜啊。专门为这件事我还请教了我老伙计。老伙计咋说？这一块小头啊，别人给我600-700，他最多给我999，3个9，这数字很吉利。就是你这个老伙计心机太重了。你像普通的上6星小头，回收价确实是600左右，这个上5星给你999，完全是看你啥都不懂，想按普通小头的价捡你的大漏，那你确实是啥都不懂。听那老伙计的话，回家动手打恁媳妇儿，恁媳妇儿这打挨了太亏了。我觉得他一点都不亏。你早告诉我值几百，我就不动你了。非得说我值几万。这不是耍我了吗？恁媳妇儿以后还耍你了，只不过是你不懂银元罢了。上5星和上6星啊，就这一点区别，你看一下。但是它价格区别还是挺大的。两口子过日子有争执很正常啊。你不能说少不如你的意，你就可以肆意的拳打脚踢啊，这很容易给恁的婚姻造成伤害啊。伤害就伤害了。没结婚之前，我媳妇说她爸要送几万的陪嫁，结果就值几百块钱，还竟然对我说谎。哎呀，冰冻3次非一日之寒，你也别因为这个事儿跟恁媳妇儿再闹了。确实你是对恁媳妇儿产生误会了。首先啊，恁媳妇儿这块孙小头，你可以看一下，发行年份是1912年，而我们常见的孙小头，那都是1927年之后，民国10几年后发行的。这个是孙小头第一个发行的版，也就是说，从年份上最大的区别。另外，你这个孙小头啊，和常见的那个上6星其实非常好分辨，
就是字面的这2个地方，哎，然后五角星显示的很明显，哎，因为这个上5星斑啊，当初就短暂发行了几个月吧，所以你细看它这整体啊都是深大，尤其是它这发丝，哎，一根一根的，堪比9年精发。而我们常见的顺小头就没这种现象了，因为常见的顺小头啊，铸造量数以亿计，哎，它这个模具用了再用，使用率过高，所以品相各方面啊和这种发行量少了没法比。建议你这个上5星状态不错，你即使现在买的话，恐怕也得几万块钱吧。不可能。如果真值几万的话，那我伙计不至于说只给我999吧？这还不是闹着玩的吗？那伙计确实是给你闹着玩的。你想想，几万的银元给你999，这开价简直连陌生人都不如啊！咱毫不客气的说，你都拿着这个银元，你随便去找人估价，也不至于说只报999啊。你也不用替俺媳妇说话，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也不往俺朋友身上泼脏水。你肯定不会往恁朋友身上泼不上水。至于能值多少钱，我建议你啊，还是多找人估价。倒是你这动手打恁媳妇这个事儿，你得回去好好的想想，看咋给她赔礼道歉吧。哎，我还是找人问问价吧。对，反正我是不信这银元能值几万块啊！谢谢你啊。没事。叫我气的直合着。我这个婆婆实在太抠门了。这拆老房子的拆回来一罐子银元，就给我20块破银元。哎呀，你这20块，这状态不错，都带五彩，状态挺好。这拆老房子，这能拆出来这种五彩了吗？它罐装不应该带铝锈吗？那我不知道，反正听我婆婆说了，那个罐子在房顶上放着的。你看这该不会是假的吧？给20块假币，那这更高效了。假倒是不假，你这状态啊，这都是一眼开门的老五彩，我还以为是从地基底下拆出来了嘞。这得有好长时间没遇到这种老五彩了。虽然说这都是清一色的冤大头，但好歹啊是老五彩。虽说只给了你20块，但是你得懂得知足啊。不是我不知足啊，好歹罐子装了有140块，这只给我20块。估计那几十块肯定给他给我那3个弟弟留着嘞。哎呀，你们这账按理说算了也对，加上你这父母有4个孩子，一人20块，他自己再留20块，相当于你们平分，这不挺好了吗？父母自己再留点当零花钱，不给你们要钱挺好啊。有啥好嘞？你不知道，兄弟4个里面啊，就是我家条件最差。这一下子扒出来这么多银元，你说全部应该给我们玩。我看你这年龄啊，应该也有孩子了。这其实像你说的兄弟4个，你们家就是属于那种大家庭了。是的呀。家庭越大事越多，为人父母啊，当家不容易。你这作为大嫂，应该带个好头啊！这一罐子银元都给你，其他人得有意见了。有意见保留啊，他们家条件都好，而且手里面都有钱。为了这100-200块钱一个银元给我挣，都是太抠了。其实这也不叫挣，这叫雨露均沾。这个和谁手里边有没有钱，和家庭条件好歹没关系。况且像你说了，100-200块钱一个，现实中咱还买不来啊。你别以为我不懂，我家里以前也有这样的，好像70块钱一个都卖完了，现在最多也就100-200块钱一个吧。100-200还真买不来。你说是以前卖的那几十块钱一个是对的，更何况是你这种带五彩的嘞。先来说你这20块冤大头，首先我挨个都给你看了，没有任何版，都是3、9、10 3个年份，唯独啊这里边没有8年的。从年份上来说，这都是常见的年份，但是唯一啊，你看好在它这个壁面，好在它这个包浆，这种包浆都是老五彩。说实话，这种五彩啊，你平时很难形成，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看着舒服。都知道这个银元一颗是26.8克，现在你看银子的大盘价顶到了7块，你现在拿出来就是卖废银子，对吧？这一块银元也合到将近200了，是的吧？所以这个200你现在已经买不来这种银元了。你像现在的通货大头，那都得1000多的样子了，更何况是你这种味道好的带五彩的嘞。我大概给你粗略的估算一下，一块1500，那你这20个就接近3万块钱了。不贵吧？现在银子那么贵吗？真是超出我的想象了。那你这么算的话，我更应该找我婆婆全部要了吧？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这个人啊，很不懂得自主，
刚才还100-200一个了，这一下子我给你估出来了，超出10倍的预期，你这对不对？还找婆婆要剩下来，那你以后你咋面对其他那3个兄弟姐妹啊？就因为太贵了，我才准备回去要过来的。我家那条件不好，我想趁着这是100多块银元，花是个大财了，准备。哎呀，还是那句话，你这种思想啊是吃独食，哎，不对。最起码拆老房子拆出来了银元，对吧？其他兄弟姐妹都知道了，你得给他们雨露均沾，你全部据为己有，你这也是给恁婆婆出个难题啊！我劝你啊，还是替恁婆婆好好的考虑一下。本来当家都不容易，对不对？你这一闹，结果恁婆婆咋当家呀？咦，大不了不让他们知道，告诉他们这都是假的就行了。咦，剩余你都不用管了啊！谢谢你的鉴定啊！好。我这有一块家传的银元，如果说你能帮我卖个几百万的话，我把老公这个金戒指送给你。一般我们个人家里边啊，几百万的银元并不常见，你这还送金戒指，可见你真大方。来，我先看看是啥东西吧。主要是我不差钱啊，这个金戒指是俺老公的，带有3天的时间了。把银元帮我卖了，这俺老公这个金戒指送给你。金戒指，你这个金戒指后边打的还有钢标，3个9。才戴3天，这爪子都脱色了，还是看你的银元吧。这包浆是真喜欢人啊，全身大老黑包浆。何止是包浆漂亮，这个价格更漂亮。这包浆是黑里透着白，白里透着黑。全世界再想找一模一样的第二枚都没有。你说的很对，一模一样的包浆确实找不来第二枚。你这个是属于全身酱彩大老黑包浆，唯一可惜的就是一块冤大头。虽说啊是一块9年精发，这发丝还算可以吧，但是不至于说能卖到几百万之多吧。什么叫不至于？你难道不知道长保于民吗？我知道。民间才有好东西，尤其是像我这样的银元，你找不来第二枚。找不来第二枚，也不至于说能卖几百万啊。因为像这种冤大头，在过去啊，整体发行量，它发行过几亿枚啊。首先，它这个存世量非常大。所以你这个9年精发并不是特别值钱的币种。另外，包浆虽然说是独一无二，但是包浆啊，它只是一块银元的状态，所以也决定不了它能值几百万啊。其实几百万的价格也不是我空穴来风，这是你2倍年纪的老专家给我估的，300万只多不少。我就猜是专家给你估出来的价格。专家是否靠谱啊？他并不在乎他这个年龄的大小，年纪越大。也不能说明他懂得越多。如果他真懂啊，恐怕也不会给你估到300万了。给你估300万的目的啊，就是要你掏钱给他们，他们会承诺帮你卖掉。至于有没有人买，那就另外一说，因为他们的钱啊已经挣到手了。我就给他几百块而已，这能算挣我的钱吗？你帮我卖到300万，俺老公这个金戒指就送给你。你这个金戒指，我还真销售不起。应该是在地摊上买的，这都已经露白了。不过你这个冤大头啊，它并不假，状态这是一眼货，确实卖不了300万。第一，9年精发啊，虽说是9年里边的名誉品，但是奈何不了它存世量比较大，整体做工虽然说是最完美的，但无论怎么着，我看你这个发丝很一般吧。唯一的亮点就是它背面的这个包浆，包浆算是银元的一个门面。我只能说你这个银元带板。包浆也很好，想卖300万啊，我感觉就是有点做白日梦了。你还真别说，老专家客户都已经给我找好了，就等着我带着银元过去，我怕卖亏了。300万100%不会亏啊，就是你想的太美了，加上老专家配合了天衣无缝，我感觉你这是典型的太天真。女人啊，头发长见识短。你说现在如果说谁手里边有300万的话啊，买同级别的冤大头就可以买3000块了。如果说按斤称的话，就100-200斤了。你给我举例说明是几个意思？我这又不是普通的冤大头，没300万，我还不卖给你。哎呀，这我还真销售不起，价钱我这也给你估不了，也给你说出来的话，估计你也接受不了。冤大头呢，也就是常见的年份，虽说带板，但是价值上不了7位数，主要是你太天真了。你最好还是回去了解一下这个网上骗局报高价的套路吧。哎，我啥都不了解。你既然帮我卖不了300万，那老公的金戒指你还给我？对，还给你原物奉还。哎，老板，你看我这有个带龙的银元，
我去今年加工手镯，他用金属镯给我换，你看我吃亏不吃亏？你这个是大清绥龙医院啊，正儿八经过去的样币。这如果是真币的话，你别说一只金手镯换，你就是50-60只金手镯换，这也不为过。幸亏我当时聪明啊，这连给他们换的机会都没给留。我直接给他们要过来了。那估计金店，说实话对银元也不懂。你像那加工银手镯啊，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拿一块冤大头毁坏了无所谓。你像这种绥龙医院，这本身都是样币啊，再加上这壁面你看又带彩，真假都没有了解，拿金手镯给你换，这也是够唐突了呀。他不唐突，他专业设备还是挺齐全的。他用那个光谱仪烧了，确实是银的。不然他也不会拿金手镯给我换。鉴定银元的真假，并不是说用光谱仪扫描烧出来银子，就能确定是银元是老的。银元真假啊，它是一个综合考量的东西。我看你这个确实也是银的，但是并不代表啊，它就是过去老了呀。专业的知识我也不跟你抬杠，反正他拿那个东西来抢了，他们说的真假完全没问题，所以说加工银手镯可惜了。那你说实话，随便拿一块银元去加工银手镯，它都很可惜，因为你成品银手镯并不是说太贵，对吧？也就2-3百块钱一只吧。而且你加工银手镯还有工费，银元毁了不说，你再加上工费，它的成本就远远高出这个成品首饰了。这银元是哪来的？这是我一个酒友给我的。上对次请他喝几回酒，他不好意思送我一块银元，说让我没事加工一个手镯戴戴。那这就对了，一般像这种样币啊，别人是不可能轻易随便送人的。你别说你请他喝几次酒，如果是真的，你就是天天请他喝茅台，说实话他也不会送给你啊。茅台都几千块钱一瓶。对呀。然后咱上班族也请不起啊。那是。你也别卖关子了，你都给我说值多少钱嘛。那行，我就给你来讲一下这个绥龙医院。像这种啊，我们常见的都是那种五角面之类，但是一块五角面之类也得好几万一个。你这个是1元面之类，当初它都没有发行。我们现在所见的啊，这都是样币，而样币它的存世量就屈指可数了。尤其是宣统在位也就3年的时间，真正发行流通7002分的银元啊，是大清宣三徐虚龙，正面和你这个设计差不多，你看它的正面都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就是背面，它这个龙的图案不一样。由于这是早于大清宣三设计的，所以在我们行内称为宣2。你看它上面有一个地方的设计，它这个地方，你看它是按国外医院的设计的标识。所以说那时候封建王朝啊有自己的考量，这个版啊除了五角发行了一些之外，就像这些啊统统都是样币，而你这个币面相当于是未流通的品相，而且你看还带五彩，真币的话怎么着也得上百万了吧？上百万？对。幸亏我没跟那个换金手镯。不然的话呢，我不亏大了吗？那你说实话，你这个绥龙宣2并不老，尤其是它外边的包浆，虽说是五彩的，但是壁面看上去啊很浮，壁面压力无所谓。你看一下它这个边饰，这个很软，真银假币，我感觉也就200块钱吧。原来不是真银元，那确实200块钱，那还不如给金店换个金手镯嘞。有可能他老板不识货。那开金店的分辨真假银元啊，确实他不懂。这不过我发现你这像墙头草一样，你这说是真的，你感觉换金手镯亏；说值200，你又想去换金手镯，你得有自己的主见嘛。我肯定有主见啊！几次酒他不可能送我几百万的银元呢。对对对。如果真值钱，他还不会让我去加工银手镯。你说的太对了，酒肉朋友，你说能有多少掏心窝的吧？反正你也不吃亏，几瓶酒换过来一块真银假币，留着玩，或者给家人你换首饰都可以。你自己看着办呗。谢谢你啊。既然是家人，那我都给他换金手镯去，他也不会吃亏。我跟你说，人家金店也不是吃素的，人家肯定不会给你换啊。我结婚时收到一块银元，给俺家里的冤大头一比，正好小一大圈这不会不值啥钱吧？比冤大头小一圈啊，应该是中元。普遍中元啊，比冤大头贵。来，我看一下来。我希望他比冤大头值钱因为他之前结婚，我随了5000的份子钱，这不值钱我都亏了。首先可以肯定一点的呀，你不会吃亏。这个中元都已经评级入盒，你看还带分。朋友拿这个送给你，说明他很够意思啊。其他的先不说，你也帮我看看真假吧。俺妈说这颜色看上去有点发黄，怀疑是铜的。铜的是不可能的，你这个银元啊都已经评级入盒了，咋可能是铜的呢？这个泛黄是壁面的包浆而已，这种黄是它的彩。
这搁着盒子看的话，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状态，不然评级啊不会给你50分。我听别人说，像这种带盒子的也有很多假币啊。像我们什么都不懂，很容易上当的。你不懂可以学嘛，我来教你怎样看盒子币的真假。首先拿到这个盒子之后啊，先来检查一下这个盒子币是否破损，防止有人开盒后啊把真币拿出来，把假币放进去。然后打开官网，输入它这个编号，仔细对比细节，所有细节一致方为真币。再说了，那朋友送给你的也不可能是假的呀。我朋友对这些姻缘他也不懂他还是花钱买别人的，说什么给红包不如给这个有意义。那确实，结婚送姻缘啊，寓意好，寓意着你们的婚姻圆圆满满，更有传承意义。红包对你们来说啊，它就是一个数字，而这些姻缘啊，完全可以传给下一代，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骄傲的说是朋友送的，倍儿有面子吧。主要是太小了。我老公说了，冤大头它比较常见，谁家里面都有，而且还一抓一大把。冤大头确实是一抓一大把，而这种中元就比较少见了。首先，冤大头一共发行了4个年份，3、8、9、10，而这个中元它只有一个3年年份。冤大头啊，在过去是主币，中元啊是辅币，辅币可用可不用，所以它这个存世量就不多。其实不多的原因啊，完全是因为它这个含银量低一点。冤大头是9银1铜，89%的含银量，而这个中元也就是80%左右。同时啊，从招币厂出来，从银饰上一对比，差距特别明显。因为过去是银本位，含银量低，那肯定是没人要啊，所以大家都优先啊把这个中元给花出去了。那过去的人那么笨，都知道不要这种姻缘，那现在送给我，这不是民间看我好欺负吗？你正好是说错了，过去人不要是嫌它这个含银量低一些，而现在收藏啊讲究的是存世量越少越贵，物以稀为贵嘛。再说那朋友送给你的这一块，你这块中元整体状态还挺好，它的发丝、肩章、耳朵，包括整个原相，这几乎是没什么磨损，而且壁面你看多少还带点底光。来看一下字面，字面中字啊也没有完全弱大，你这个选品不错，高于你给他的5000，目前市场价7000块钱吧。都这一点大小的东西，光值7000块钱吗？对，这你不说的话，我都不敢相信，还以为不值钱嘞。那如果是一块冤大头，确实是不值钱，但是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啊，随着钱，说实话还是要还回去的。你给他5000，他给你7000，足以说明啊，恁这个朋友啊，还是非常实在的。那幸亏是找你看看真假估价，不然我这梁子都给他接下了。俺妈说的不值钱，我前几天都当真了。主要是恁妈对姻缘不懂，我们普通人啊，经常见冤大头比较多，知道冤大头值个1000把块钱，而这种中元啊，很少有人懂，自然也不懂它的行情，这太正常了。这个中元品相状态还不错，恁朋友为人也不错，可以好好处。好，谢谢老板。啊，没事没事。俺老公花5000块钱买来4块破姻缘。我看他这一次非得赔的稀里哗啦的。马上回去我都让他跪搓一板。5000块钱买回来的这10块姻缘。对呀。我看这赔还真不至于啊，这都是清一色的冤大头传扬，这好歹都是老财宝奖啊。啥价值都是老财宝奖，我看都不像银子，因为银子都是白的，这又黑又发黄的。听你说这话就是对姻缘不懂。泛黑泛黄是他们老财宝奖，这长时间存放的过程当中啊，形成的真假你不用完全担心，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状态。这么好的宝奖啊，只可惜是冤大头，如果全是龙阳，你这10块这不可估量了。你少忽悠我吧，我去今天都问过了，他们也非收银子，只给我5块钱一颗，因为他们说这姻缘含银量只有90%。他们说的对，姻缘含银量确实是9银1铜。因为过去用雪花银，银元在流通的过程中怕磨损，但是你这不至于说5块钱一颗啊，你这相当于卖破烂，好歹你这些品相包浆这状态，这都是个顶个的，5块钱一颗，本钱啊都卖不回来。因为我不懂，我就先去问问价，我就看看能赔多少。人家说，如果能洗白的话，一个能多给我加点钱。那千万不能洗白。咋了？再说你这些银元也洗不白，因为他们都是老财宝奖。这都已经入股了，和姻缘啊，这都融为一体了。你除非用火烧
用那种暴力加盐酸清洗的方式才能洗净。再说洗净的话，又破坏这壁面的包浆了。本身这银元啊，你按可卖就很不划算了，再来点骚操作啊，这银元彻底废了。都是我老公成的，非得买到朋友的银元。这一下子呗，神仙也救不了他了。所以啊，朋友的忙不能乱帮。这个买朋友了不吃啥亏，5000买10块，你算是捡了一个漏。这一块才花500，这价格我们下去收也收不来啊！你们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得了便宜还卖乖，反正是有钱赚，只不过是你们不懂罢了。那照你这么说的话，难道我也赚钱了吗？对呀，反正我是不信，我知道银子便宜的不得了，反正。你记住一点，银子再便宜，它也不是无机文物，几块钱一颗，只能买那种首饰。而你这种银元啊，它这个存世量是固定的，时间越久越能显现它的价值。所以说你这些都是常见的冤大头占人，但是他们的状态啊非常好，壁面无伤无戳的话就不是残次品。你这些银元好就好在它这个包浆上，你看像这种老五彩啊，这每一块它这包浆都不一样，基本上都很有特点，可以说是一窝货，很难，平时很难遇到，即使遇到的话价格也不会便宜了，全部过一遍你这些都没啥搬。刚才我说的这些都是龙阳的话不便宜，但是比通货大头贵多了。你像通货1000多点，你这一块的话1400，10块就是14000。14000，对，那相当于我老公还挣了9000块钱了。对，这生意可以做啊。10块银元顶我3个月挣了，顶我3个月的工资了。其实归根结底啊，还是因为您的老公的朋友不懂行情。一般家里边有银元的，大多数都把他们当废银子看待了。因为过去人啊，尤其是老一辈用这个冤大头加工银手镯，其实银元这一毁坏啊，它就是一堆废银子。我继续听我老公说，他这个朋友家里至少还有上百块的。我得当个生意来做，操作好了能挣10几万啊。那你如果真按500一个买回来的话，80块怎么着也能挣个10来万。因为80块里边它不一定全是这种冤大头啊，有大几率，有龙阳，有8年之类的。对呀，那一块就比冤大头贵多了。不过他如果真愿意卖给你们，考虑到都是朋友，可以适当的把这个价格给他提一提，毕竟一下子这么多银元，让他知道赚那么多的差价也不合适。这有啥现在都是凭能力挣钱的。对，事不宜迟，这些银元赶快留给你吧。我赶快去筹钱去操作这个事儿去。好，祝你成功吧。分家嘞，你给我帮忙看看这3个哪个值钱。我是大嫂嘞，我准备要一个最便宜的。那你这个大嫂做表率做得好啊，这个银元啊，别人都选贵的，你选便宜的。来，我先看都是啥的吧。那俺普通人家哪有恁贵的银元呢？那再说了，那银子便宜的不得了。人们都要懂得知足常乐。那你这个心态非常平和，懂得知足才能常乐。但是你这3块银元差距还是挺大的，因为他们的状态还都不一样。再不一样又咋着嘞？那我用电子秤都称过了，3块重量都是26.8，差别不大。重量确实差距不大，因为银元的重量都是26.8克的重量。你这2块好歹是龙阳，尤其是造种还属于全字口，肯定要比这个冤大头贵。因为你这个10年大头虽说是老彩，但是壁面这很遗憾带个戳。我个人吧还是比较开明的反正都是俺婆婆留下来的，俺们仨一人一个，留个纪念呗。是，只要没要求就行。因为现在分家都论的比较真，有时候谁吃点亏赚点便宜，心里会不平衡。毕竟冤大头和这个龙阳价格区别还是真是挺大的。它再大，它能错多少钱嘞？那我知道现在虽然银子也涨价了嘛，但是20多个银子它管错多少钱嘞？这个银子再涨价，其实和银元没关系，因为市面上的银子它和这个银元不一样。你看你现在有多少钱，你都可以去买很多银子，而这银元呢，它过去固定它就发行了那么多，存世量越来越少，价格完全是看它的状态给价钱的。但无所谓，你都告诉我里面最便宜的是哪一个？那现在市场价能值多少钱都提了。最便宜的就是这个10年大头，因为银元里边冤大头它是最基础的银元，价格最便宜，而你这个10年它又是普通的年份，好就好在它这个壁面包浆，你看是老彩，唯一美中不足就是壁面带来一个发戳，戳子是过去前张检验真假打上去的，以前当流通货币几乎是没影响，
但是现在对于手上来说啊，就折价了。目前市场价800块钱一大管嘛。800？对。这也太神奇了嘛！这20多克的银子管值那些钱吗？这我都想不到。这有啥想到想不到了？因为银元它不按银价算，主要是看它的状态和纯食量。说完这个最便宜的，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最贵的这个造种，这个是长丸的龙阳3000克最贵的币种。由于它这个纯食量比较少，加上你这个状态又比较好，你看它这个龙鳞，再看它这个鼻子，几乎是没什么磨损。而且壁面还带来一层淡彩包浆，市场价一块的话，顶这种冤大头20到30个。不会吧？那谁分到这一块，那相当于叶子分20多块冤大头啊？那差不多。那这价格也太吓人了吧？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因为过去银元啊，它没分班，银本位的情况下啥的都一样。现在手上讲究一个物以稀为贵，最后一块就是你这个广东的龙阳了，它属于生龙。品相虽然说是通货状态吧，比通货好，因为广东龙鳞啊，它这个龙鳞都不怎么好，你这一个还可以，市场价3000多块钱吧。咦，那你这不估价我还不知道嘞。你这一估价子叫我吓一跳。咋了？那这不都嘞，要哪块都行，那说出来价格这错的多呀。基本上大多人都不懂行情，毕竟家里边有银元的也不多，你即使有的话，都当宝贝放起来了，有的想几十万一个了。你基本上分家的时候啊，都争得头破血流了。你说的对，你把这最贵的这俩东西给我换2块冤大头，剩下的钱你打我卡来，我回去跟他俩分。你这属于狸猫犯太子啊！这个分家这个事儿，你看你刚才说的挺好了，这估价这事儿你办的都不太敞亮了，这没事啊，大家都皆大欢喜。这真有事啊，说实话我也担不了这个责任，我建议你还是别换了，因为这仨银元啊，他也不值当嘞，咦，你真死的，你这真不会干生意。那你再找别人干。好。俺哥借我5万块钱，一直不还。俺嫂子看我可怜。所以他把他的嫁妆银锭拿出来给我抵账来。那嫂子，这个是标准的50两银锭，这个抵5万块钱，这是绰绰有余啊。哥哥借钱不还，还是那嫂子有担当。我感觉他两口子是唱双簧的我经常看有的家传的东西，有的是假的。这个银锭你可得看清楚了。那嫂子你还不信任吗？有些人的东西说是家传的，其实他是地摊上买的。你这个银锭一眼开门，包括上面的字口，还有下边的蜂窝，这一看都是老的，标标准准的50两上锭，算是通货状态吧。你可不要肯定那么早。你说的50两我觉得可不到10斤我拎着最多也就5斤吧。50两的银锭重量肯定不到5斤，是因为现在的重量1斤是500克，而过去1斤16两，1两是37.3克，50两的银锭也就1800多克，按现在的重量，不到10斤吧。那你只要感觉对，那就对因为10年前我和我嫂子去金店问过价，当时人家才给他8000多块钱。10年前金店给8000多块钱算是高了，因为那时候银价很便宜，一颗才2-3块钱，你不到4斤的重量，给8000多块钱，符合当时的市场价。那现在银子也不贵啊，我听别人说才5块多钱一颗。对。这还不够给我利息嘞。现在银子确实是5块多一颗，但是这种品相好的银锭，你这样按银价算，已经是没人再卖了。话要收回来，那哥总共借了你5万，按理说也不多，像你说的不够利息了，难道利息比本金还多吗？利息也没有那么多钱，也就是1万来块钱嘛。因为他借我10年了，一直没给我。都是亲兄妹了啊，你把钱看得太重了啊。如果是别人借你的钱，恐怕3年不给你本金的话，估计你连利息都不想要了。我现在要不要利息都无所谓了，我也嫌弃这东西不值钱嘞，心里很烦。白烦了，那嫂子这一下子解了你的心头之急。现在银价它即使再便宜，像这种50两的银锭啊，市面上是越来越少，物以稀为贵。你看银价买肯定是买不来了。你这个锭啊，虽然说是商锭，但是它这个字口啊并不差。这个字口就相当于他的身份，好歹也是清末宣统年间的东西。虽然说是商锭，这一看字口啊，就不是现代的电脑体。银锭其实主要是看它的翅膀，这个翅膀越高也就越贵，因为这种翅膀啊，就是当时铸造的时候它倾斜出来了，
所以每一个钉子的翅膀都不一样。而你这个翅膀还算可以吧？刚才我说了，一眼开门的地方其实就是它的蜂窝，因为过去人啊那时候条件有限，它不像现在这个铸造钉子用耐高温的材料。你像石墨烯，如果用石墨烯的话，它这个底部啊就不会有这种蜂窝了。所以像这种蜂窝，这一看都是老了。哎，恭喜你们啊！10年前8年多没出手，现在啊，仅凭你这个状态，目前来看的话，这10万块钱还是绰绰有余的。太好了，真能卖10万块钱的话，那我朝思暮想的5万本金就回来了。对，另外利息也有了，还能多赚个几万。不会吧？你这种想法很可怕啊！无论咋说，这个钉子也是恁嫂子的嫁妆，恁哥恁嫂子也不是外人。你把本金留下，大不了这个利息也扣点，最起码是不是？你把剩余的钱还给恁嫂子。哎，再说吧，我即使给他，怎么着我也得用个10年8年的。哦，因为10年前人家就给他8000。嘿嘿嘿，10年前啊，那是10年前的事了。恁嫂子不是当时也没卖吗？这现在这个钉子啊，早就今非昔比了。哎，你们的家务事我这也管不了。哎，给你吧，你自己看着办吧，想咋办咋办吧。谢谢您的鉴定，你也别管我咋办了。好。你看我这10块银元值不值2000啊？俺爸准备给俺妹当陪嫁的。哦，我今天急用钱，都做成开了，再给她多买2块。妹妹的陪嫁银元卖了不合适吧？你要是急用钱的话，你可以给朋友啊周转一下。来，我看你啥样的银元。你能借的都借一遍了啊！因为我这几年做生意一直不挣钱，还都没有来得及还他们呢。先卖银元吧。你这4块银元张口要2000，这是属于贱卖啊！我看这里边还有2块龙阳了呀。俺爸给我说了，1000多买的。哦，我想着要2000，到时候你再还价，多少再给你优惠点。2000一个买来还差不多。我看这4块真假是没啥问题，并且都已经评级入盒了。传阳虽然说都是23年了，但是这壁面光度非常棒。另外北阳和人阳这也毕竟也都是龙阳，你这卖2000，一个才花500，这价钱让恁爸妈听到了，估计得气得吐血啊！你遇到啥事了？你非得卖银元吗？咦，今天不卖不行啊！最近这几天俺那村里面的年轻人都回来了。这几天聚在一起打牌。昨天我爷这把卡里的钱都入光了。我今天必须得高本儿。兄弟，不是我说你了，你这种思想就是有问题了。平时娱乐一下无所谓了，你这倒好，你这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连妹妹的嫁妆都要卖，万一你再输了，你拿啥给恁妹妹去多买2块呢？咦，我觉得我今天运气特别好，出门都感觉一身轻松，我有信心，把这些银元卖了，绝对能回本。兄弟啊，你这靠玩牌发家致富有点难啊！别人经常说10赌9输，你无论手里有多少钱，最终你都得输光输尽。哎，另外啊，2000块钱卖的话，你即使赢了点钱，对吧？说实话，你这也不够这4块银元的本钱啊。我看你挺实在的，你多给我点钱，不让我赔钱不都行了吗？我再多给你点也不够你赔的，2000块钱啊，只是这种传阳的价格。你这俩这都是63家的23年的传阳，虽说23年传阳比较常见嘛，但是评级分值比较高啊。MS 就是未流通的状态，63家，这就相当于是亚军分了。一般能达到这个分值的银元比较少见。而且你看你这2个壁面又带光，这俩加在一起啊，这卖4000块钱轻轻松松啊。咦，老板还是你实在。别人的话估计不会告诉我值那么多钱。对呀，这幸亏是2000没卖，不然的话今天亏大了。所以说你不懂的东西就不能乱卖。另外这2块龙阳就更贵了。先说这个公博45的这个北阳嘛，品相各方面来说，状态算是通货状态。好在你这个北阳是短尾龙，在34年里边啊，纯食量较少了1个版，而且你这个还是途金版。你看一下它这个钳子，金字少一横，哎，所以综合来说，你这个市场价没有个4、5千也买不来啊。还是那句话，我今天绝对是遇到好人了，啥都不说了。希望另一块也不是便宜货。另外一块是恩和的江南人银啊 ，VF 的这个分值。一般江南8个有机年里边啊，人银放平时并不常见，所以价格也不会便宜了。虽说评级只给了一个 VF 的分值，但是整体状态并不差，尤其是字口这一面，我没看到有什么毛病。龙鳞的话，
稍微有点磨吧，主要是看它的分值了，因为给的全是英文，这个市场价我初步估计也得好几千。那这样算下来的话，这4块银元得1万多了。对，这俺爸妈对俺妹，咋恁好啊？为什么告诉我只值2000呢？很有可能是你听错了，一般父母给闺女的嫁妆都不会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只能买那种营养做样，因为我们国内的银元都没那么便宜了。听完报价，这4块银元给恁妹拿回去吧。那不中啊？我给俺妹2块便宜的都中了。把这2块龙样，你给我变现了。这样的话呢，我也不用还他钱了。这个银元具体怎么分啊？是你们的家务事，但是你这2块我没法买。为了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建议你还是给恁妹拿回去，省得让父母给恁妹伤心。你不要都算了，我得完成我今天的事儿，我找其他人看看。三思而后行吧。我说我喜欢收藏，我朋友送我一个小硬币，你帮忙看看值不值1000？这个硬币值1000的确实不多，有可能是那种银毫才值钱。我先看看是啥吧。他说好像就是什么银的，但是个头不大，而且还发黑，肯定不值什么钱。你这个是里龙一角小银毫，个头和我们常见的一角硬币大小差不多，发黑这是它笔面的褒奖，这状态1000块钱上哪还买不来啊？说实话，我这个朋友1000块钱买的，但是我总感觉有点不相信，总感觉看着像假的。假倒是不至于，这搁着盒子看一眼开门的东西，你不要看着它笔面发黑，这是它的原味褒奖。况且这都已经入 PCGS 的盒子了，真假可以细致的对比官网图，你可不要看它个头小就感觉它有问题啊。你不知道我有第六感，总感觉这东西不值1000，银子便宜的不得了，怎么可能能值那么多？你的第六感是错误了，这种里龙一角你看是1911年发行的，距今已经100多年的时间了，品相能保存这么完好已经很不错了，并不是一味的按银价来折算的。你银子便宜的不得了，这种银毫属于无机文物，它是按稀少程度来定价的。他告诉我1000块钱买的，平时我都买一些长城币，几十块钱一个也不伤不了大脾气。那长城币是属于硬币，都是近几十年的东西，而你这种银毫首先从材质上，它都比那个硬币贵，当然贵也贵不了多少，一块才2克多的银子，但最主要还是它这个年代久远一些，发行存世量相比这个长城币少很多，前者长城币几十块钱一个也不便宜，而挂着这种里龙一角1000把块钱现在还真买不来，因为你这个银毫，你看它这个整体状态还挺不错。说实话，我真没看出来它哪好，除了发黑之外很一般。真值1000块钱的话，我也很亏，因为我帮了几万块钱的忙了。我听出来了，你这帮朋友一个大忙，而朋友却送给你一块小银毫，因为他对你说这个价值1000，你这个从心理上感觉不满意，那朋友应该是对你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为什么这么说吧？因为这种里龙小银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存世量特别少，它这个版其实是我们常见的大清宣3的辅币，当时发行量最多的是这种1角，像2角、5角每一块都很贵，但是比这大清宣3它这个1角算是9牛之1毛，所以好品相了可不便宜。而你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好品相，虽说皮革你看给的是 XF97， 它这个 XF 其实就是流通过的意思，但是我细看它这个龙鳞没有任何磨损，粒粒都在，那给 XF 算是延平，那完全是因为它这个笔面带褒奖的原因。这种褒奖算是将才了，平时很难遇到。而且你看这两面的字口，它是属于全深扎的状态，味道足，品相好。依我看这最少这是1-2万的东西。哇塞，那么贵！我平时喜欢收集一些就这纪念币之类的，没想到这东西那么贵。你这不懂行情很正常。你看，从纪念币到银元银毫，算是跨界了。纪念币是属于现代的机制币，发行量比较大，玩家也比较小众，加上材质它又不是无银的，平时买也很便宜，大量的东西也没啥溢价。
我还真以为他值1000块钱呢。现在看来我这个朋友还是比较实在的，差点都误会他了。对他这叫投其所好，算是给你1000，不投桃报李。因为利隆一角银行啊，它是这个银行里边的大名誉品，知道你会过来询价，应该是给你打个马虎眼。这个人啊，确实是很实诚的好人。这关系啊，可以好好的处。是的，谢谢老板啊，没事，不客气啊。小伙子，我是个爱赚便宜的人你看看这个古董金锭，换这个手镯，看看划算不划算？这金锭换金手镯，如果这个金锭是真的100%划算，但是我拖着它们的重量可不一样，这为啥要换呢？这个金锭比我的手镯也是重40多克我爱赚个小便宜就感觉有便宜赚。你的感觉是对的。如果这个金锭是真的呀，那这样换的话，那这可不是一个小便宜了，这分明就是个大漏啊！因为这么大的金锭它是适量的，而且你看它字口这么轻，这一看就是民国那时候的。如果是真的话，你说谁会傻到会赔钱给你换呢？这不是外人这是我朋友他2口子准备出国的以后他说他不回来了，一个人只需要带50克黄金他没有办法了他才给我换。那他说了这个借口好像也没啥问题。出入境的话确实只允许带50克黄金，多的话确实不让带出去。像你说的他以后可能不回来了，如果这个金锭是假的，那你以后上哪去找他嘞？那一点都不假我上金店里叫人家看了金店里说的是150克，比我这个105克的手镯要多得多。大爷，人家金店可不是给你鉴定，是估重而已，并没有说这个金锭是真的。再说了，如果这个金锭是真的，那朋友完全可以把金锭卖了换钱。况且如果金锭是真的话，你们俩黄金的这个价值都不在一个量级，人家是股东，你这是100多克黄金而已，这很明显价值不对等啊。那我知道他的贵俺朋友说了这个大便宜都叫我赚反正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这是股东越放越贵那股东给我留个纪念。股东确实是越放越贵，估计他巴不得你得放个几十年了。反正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人家都已经出国了。大爷，你可不要相信他的一面之词啊，关键还得看实物啊。你这个金手镯幸亏是没给他换，不然就只能亏大了。你这怎么拿出来鉴定了嘞？这我也是趁他吃饭的时候我拿出来称重叫你看看要不然的话我也是我明白了哈，大爷，你这幸亏是多找个人问问，不然啊这便宜可被别人赚走了。首先你可以通过这个颜色来做一下对比虽然说它这个金锭猛一看比你的还亮，但是托在手里边很明显比重区别很大。你这个虽然说只有105克，但是托在手里边比金锭压手，说明它的比重就是黄金。而且金锭很明显这个重量和体积不成正比，你去金店称的时候150克，只能说明它就不是黄金。为什么不是黄金呢？它是不是黄金？它这真黄哎。大爷并不是说发黄了它就是黄金有些外边镀金也是黄的。因为民国适量的金锭重量有一定的标准，310克，很明显你这个重量错一半，然后呢价值不对等。如果金锭是真的话，20万朝上应该是有了，因为它这个字口比较好，不像你的黄金它纯粹就是105克的重量而已。最后再来看一下它这个字口，你看这都是电脑体的设计，明眼人一看就是赝品。而且你细看它这个底部，你看有些部分它都已经褪色了，可以通过对比你这个手镯看出来。你看你这手镯戴好长时间了，对吧？它一点也不会褪色，所以说这个金锭它就是假的。那要是假的话我还能管给他换不换嘞？白羊咋说他这黄金比我的重哎呀，大爷你醒醒吧，这金锭是假的，说明它的材质就不是黄金。既然不是黄金又不是古董，你换回来这不是倒赔几万块钱吗？你不要想着天天去赚便宜，这哪有那些便宜叫你赚的？那不值钱，自然不值钱了我也不换了我这2天我的左眼皮子都跳，我心里想着可赚个大便宜的。大爷，你赚的越多，那你付出的代价也就越高。一般像这种黄金它是属于贵重的东西，
毕竟不在你的这个专业范围之内。如果你不懂的话，最好不要想着去赚这方面的便宜。就像这个金链一样，你拿真的去换假嘞，这不是给别人送钱换吗？是不是？赶紧给他拿回去，给他送回去吧。好，我给他送回去。哎，我这有一块300万的银元是朋友抵账给我的。你给我看看，现在能不能卖300万？抵账银元能值300万？看来恁这都是做大生意的。我来看看啥的吧。他是做大生意的，我也就是一个上班族。反正这是10万块钱抵过来了，我这算是捡个大漏。这个大漏能不能捡到不好说，我看你这本钱保住保不住还另说，因为你这个是皮革平基的大富1两，这不是300万的币种啊。你可别以为我啥都不懂啊。虽然说我是一个银元小白但是我认识的可是有这方面的专家啊。你认识谁也不行，你这个大富1两真假首先是没问题，这入的是美国 PCGS 的盒子，虽说评级没给分，但是整体状态还不错。但是这种银元平时比较常见，你卖300万不太现实啊。300万的价钱你也不用替我担心了。动车票我都已经买好了。就等我把银元给他们送过去了。兄弟啊，你这很明显是遇到骗局了。网上专家给你报300万，那都是借口，骗取你的信任之后让你带着银元去找他们，借机忽悠你口袋里边的各种费用。因为这种大富1两虽说比普通的银元贵，但是不至于说能上100万。不是上100万，是300万。人家保险柜的钱都给我用手机拍过了，给我说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其实像你这种人就是想法太天真了。如果真值300万的话，那朋友难道他自己都不会卖了吗？毕竟他只借你10万块钱，这好歹中间还错290万嘞。再说了，这个银元是抵押，你给那朋友卖了，这算咋回事啊？说白了他借我10万块钱，已经有好几个月了。现在他公司也破产了。这一块银元已经和他没关系了。不管有没有关系，我觉得你还是谨慎一点。毕竟现在挣钱难得不得了，要你10万的本钱，也不能说要你不懂的银元。你不用教我怎么做生意了。我来的目的就是让你看看卖300万会不会亏。卖300万肯定不亏啊！你想想，这随便一块大富能给你报300万，你稍微懂一点银元常识了，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呀。因为这种大富1两价格透明度很高，比常见的冤大头肯定贵很多。你像我们常见的这个冤大头它是1元，你这种你看是1两，从本质上1两要比1元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这个存世量少。你像普通人可能连见都没见过。不过你这个大富状态还不错，你看好歹它是 AU 的底板，壁面流通痕迹很少。我看你这个状态报价的话目前也就是1万大几呗。你别闹了。1万大几都干啥了？他可是欠我10万块钱的账啊！再说我得从中去挣点钱啊。欠账还款，你说哪还有人从中间能挣钱嘞？既然那朋友都破产了，你想着能保本就已经很不错了，你这还想从中间挣钱，你都不怕别人说你落井下石见死不救吗？我这哪是见死不救呢？本来我以为这不值钱的谁知道这一下子能值那么多呢？我发现你想的太简单了，挣钱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尤其是你对银元啥都不懂，别人一说值300万，你这立马都信了。对呀，动车票都买好了。对，如果真值300万，那朋友你想想，他那聪明的一个人，他公司开那么大，他能会破产吗？我那个朋友他主要是不认识网上的专家。我这不是比他聪明吗？再说毕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你聪明，你聪明的不得了，就你自己有手机，别人都没有，你也没想想，为什么别人不相信？你相信就相信呗。我看你这谁也牵不住你。你记住一句话你拿这块银元是去卖银元了，别人不给你300万，你千万别给别人比钱东西了。我这个人明着嘞。我看你也别说那些了，净是耽误我发财。好吧，不耽误你发财了。